这个不夸张的说，这个写这100年历史啊，这是屈指可数的好戏。这个咱们这个何冰老师演这个陆子霖，现在已经这个征服青少年了，就是有外号叫陆萌萌。陆萌萌，你别说，你这刘海是有点，这原来看起来像是韩星式的刘海是吧？哎，这个现在就是说啊，我过去听这个表演呢，说这人演技演得好，有个词儿叫附体式的表演，因为他演这个陆子霖呐，现在出来个新词儿，投胎式表演。这谁编的？这是听着很受用。他在我印象里就是个戏痴，就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但是一门心思啊全在这个演戏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想请这个陆子霖，就不是就怎么能把这个坏人给演萌了？坏人，其实我跟您说这事儿啊，特逗，你知道？其实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吧，我其实内心我都觉得挺悲凉的，你知道吗？我从小想当演员，我是极少数那种幸运者，就是我从小想干什么，我今天真的干了，我靠它谋生，这个我觉得是莫大的一个幸运啊。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特别关心这个剧评，不懂啊，还没有上戏剧学院呢。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说法。就说好人坏人，好人坏蛋，好人坏蛋，好像我们的对戏剧的观赏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了，知道吧？好人坏蛋，我想无非是咱们客观欣赏完之后想聊他，没办法下嘴，给他插的小旗儿，啊，这是好人，这是坏蛋，知道吧？那其实这个就我觉得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您比如说让您去演戏，你要问说这是好人坏蛋，让您演好人您会了，让您演坏人您也会了，说让你演个人您不会了。他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个人。这个那天我还看一个文章分析谁啊？就斯皮尔伯格拍的一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哎，这人就有意思。你看现在这个也挺有意思，有些影视作品呢，迷上的是反面人物。就是这位作者他就是说了，说我就迷那个阿蒙，就那个纳粹军官。说为什么蒙？你看他怎么看一个人物？他明明是个杀人的狂魔。他说但是呢，这个纳粹军官阿蒙呢，首先是有洁癖。那个靴子擦的，你看永远锃亮，头发一丝不苟，而且呢人也帅啊，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东欧的忧郁，是吧？就是那种。而且他说呢，他说你看他这个随便拿枪杀犹太人如草芥。可是呢，他有一个犹太女仆。这个犹太女仆实际她喜欢上了他。喜欢上了他，你看他这个矛盾，这犹太女仆给他干活的时候啊，这发丝就在他身边擦。然后这个电影就表现他想吻他，他想吻他，但是呢，他就吻不下去。他吻不下去，他下一个转折就噼啪大耳刮子就抽。你看。就说明他心里的这个天人交战，他又是仇视犹太人，但是呢，实际上他喜欢上这个女的了，哎，最后他还把这个女的送上了那个辛德勒救的犹太人名单里的最后一个，哎，所以你看，要是那种脸谱性的坏，那没什么吸引力，但这个坏人里边他有这种东西，挺勾人。对。而且他这个，您说那演员叫什么费因斯，我也特别喜欢那演员，然后就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各位老师探讨啊，就是你是老师，我们经常会说分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拿一个文字，拿一个人物来分析，大家都有理解，但是千万不能演那个理解。就头2天我还跟一个记者，我很好的一个记者朋友聊天，他说你演特别不好，我说我现在好话灌满了耳朵了，你给我说怎么不好？他说陆子霖不是这么个人呐，陆子霖是非常阴险的一个人啊，狡诈呀。我说你指的是老这样吗？你知道吗？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哎呦，我说咱们交流啊，我说您觉得，谢谢，你觉得生活中有哪个人每天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对着老婆说话也这样。对呀，这是什么？其实他说的是对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是我们通过他一系列行为之后，我们得出结果，他内心是这么一个阴质的人，而我们不能演那个阴质，那是个答案，而我们要演的是这个算式。这个答案应该让观众判断出来。就每次我来做节目，你们知道
今天这个丢了，明天那个丢了，后天第5次你都发现和平偷东西，你知道吗？这个让观众得出来，你知道吗？而不能我上来贼没说也上来就是小偷，老盯着那戳子，你知道吗？这就不对了。哎，你看，我跟你讲，有句话叫什么呢？反者道之动。他说这个，我想起啊，你的一个同学姜文，算你师哥吗？师兄大师兄是师兄。哎，姜文有一次讲这个《教父》，他最爱看那个《教父》嘛，那个马龙白兰度那个表演。哎，我觉得他这个分析够戏剧学院老师的程度。他说，你看啊。大家觉得据说马龙白兰度抓那个小猫啊，是临场就抓来的，他即兴抓来的，弄那个小猫。然后他说呢，一个这威风八面的黑社会的老大，这么一个教父，他说马龙白兰度演的是什么呢？他抱着这个猫啊，他一直在抱怨，就说你没拿我当哥们儿啊，对吧？本来你看看，你一次咖啡都不请我喝，你这么的就。他说：“你觉不觉得他演得像个唠唠叨叨的怨妇？但是唯其如此，这个相反相成啊，你就会觉得这种张力。哎，我还真的特意找到这么一段，咱可以上表演课，你看这一段。” 怎么样，何老师？就是啊，你看他马龙白兰度这么伟大的演员，你看他这个口音是意大利口音，意大利式的啊，美国口音，而且他这儿是塞了2块面包的。对哦，真的，对，他是塞2块面包，故意塞下去。而且我看过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说的是好像他拿这个角色的，因为白兰度一生好像起伏很大，对，他个性强烈，是他不买账的对这个世界。然后据说是我印象当中啊，好像是他跟那个科波拉是吧？对，科波拉啊，他就说好吧，约了一个时间，说你比如说礼拜4的下午4点到他们家来，结果科波拉到时候就去了，他当当当一敲门，他好里边就是这口音，你知道吧？说那次门没关，进来吧，那时就把门一开，那个导演说，我就突然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叫我来，他是坐在他那个厅里边，就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坐着，他自己化好了妆，然后塞好了这个，你知道吗？正好他连什么都考虑到，说这会儿他们家那个窗户地光从这儿下来，这样就那可能是说了一大堆，知道吗？起身，好吧，里边请。然后里边请来，导演说好，我们定了这事儿，我们聊点别的吧，这事就定了。就是你看他就是不用，咱们不用来谈这个事儿，可以从这儿学面试。对，我把我这个我把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我放在这儿，你看我演出来就是这样了，你觉得行不行？知道吗？俩人就不谈别的了，好，咱聊点喝个咖啡什么的。对，最近纽约房价又升了，聊聊股票。文道，你说你说，我觉得像这种角色，就我其实想起来，历史上所有我们觉得伟大的文学或戏剧作品里面的所谓反派人物，有哪一个你觉得叫真反派？对，就比如说简单点像杀剧，像马克白，他老婆呢很反派吧？但你仔细研究琢磨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每一个，因为这么讲，我不知道，这个何老师是很专家啊，反派专家。你要分析角色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个反派，你总要去找个理由说他为什么反派，他这个人是怎么变成反派，只要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你发现这个人就立体起来。当你找到理由，你就发现那个反派再也不是原来你说的那么的表面化的一个反派。马克白斯他老婆不就是想让丈夫成功吗？对啊，你就当王了呀。你有当王的机制啊！是啊，一切国王不如你啊！对啊，我为什么不鼓励你当王呢？你是我的丈夫，不对吗？不对吗？这不对吗？难道不是鼓励老公上进吗？对呀，对呀，这有什么问题呢？对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反派完全是站在一个道德立场上的。对，公共道德违反了，你就是反派，就是坏人。其实你站在个人角度讲，从文学分类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说，只要戏里有明显的所谓反派，它就是一个通俗剧。就是有学生问我说，怎么来区分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我最简单了，你就看里边有没有坏人，对，有没有所谓的坏人。一有坏人了，这戏就是通俗剧。没错，好的文学作品，所谓严肃，比如《编程》啊、《阿 Q 正传》啊这些，《红楼梦》啊，你看没坏人的。对，你找不到哪一个是绝对反派的，对吧？啊，他们简单说，2本中文书是销量最高的，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家》。就是说它的区别在哪里？后来仔细一看，区别就在于，《
家里边是一半好人一半坏人，决心在中间。红楼梦里每个人都是一半好一半坏，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我又觉得呢，这种二分法呀，是这个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你比方说，咱就说这个观众反应，我有时候觉得。哎，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要作为一个主持人呐，我觉得我比观众胃口宽呢。就是说，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吧？你在看谁都喜欢，我也不是看。当然，从幸灾乐祸的角度，我谁都喜欢。这集肯定火。但我确实是对我谁都喜欢。但是我主持人心态，对社会也采取这种主持人心态，就是看不是就是看热闹。但是我现在发现，甭说看戏了，就看我们这种节目，这观众一上来啊，他首先寻找同盟军。让我意识到，现在网上有些网友啊，我会感觉到他的头脑里啊是一个善恶之战。他的头脑里像个战场，他的头脑里像个斗争，而且就说，即便意见跟你不同的人，你也犯不着那么搓火呀。但是你看那网上的跟帖，很多都是他要找对立面。我先说梁文道说的，我同意，是我的。那么我对梁文道的同意，一定意味着徐子东不是人，对吧？你看他这个样子，甚至发展到你看越看像个这种上海人戴这个眼镜是吧？就他甚至你知道吧，就完全的说这个发型头发凌乱，一看就像个奸臣。他把你往戏剧化，他就把你彻底趁机把我骂一通，还学陕西人说话，还学陕西人。所以你说这个正反派的思维，他就是很多人今天在舆论场上，他也是这样啊。但这是必须的，观众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阅读期待去看戏，分出好人坏人，这是必须的，这是正常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分得出来，就是通俗剧。因为这个戏里边的价值观符合他的价值观，这就是通俗剧的最基本的原理。如果带着这样的爱憎进去，发现分不出来，哎，文道讲的虽然有道理哦，哎，文涛讲的也有道理哦，那就高了。这就对这个观众的价值观产生冲击了。哎，你看这个戏《白鹿原》里边，你到冲击的厉害的时候，一个黑娃要造反，一个白嘉轩要坚持这个国学这个传统道德。这个陆兆鹏是共产党，对不对？他在里边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一个没有道理，这才叫人着急啊！这个革命才残酷啊！你每个观众严肃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如果你活在100年前的白鹿原，你是哪一派？你做什么？每一个人都有道理，这个戏才好。要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是摘一个兔崽子什么什么的话，那事情那就王世仁了，白毛女了。简单了。其实所有好的，我完全同意，就因为好的作品，所有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戏剧、电影都一样。就我们观众一开始去看戏的时候分正反，就像刚开始何老师讲的一样，就是那是个标签，就那是一个就等于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浮标，我们是透过那个来大概掌握一下剧情，对观众来讲很必要。就小孩看戏，他第一个学懂的事问爸爸，这谁是好人啊，谁是坏人？这是一个方便入门，但是入了之后，整个东西能不能够颠覆你，能不能够让你自己开始困惑，能不能让你复杂化，那个是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最通俗的作品就是你从开头一进去看这人是坏的，到了最后证明他果然是个坏人，他比我想的还坏，那这就还有很多抗日神剧是。观众早知道他是坏的，戏里边的人还不知道呢。对，这是个坏蛋，这是汉奸。就旁边说，嘿，我一坐到这儿，我看是贼眉鼠眼，你是来偷东西，那是汉奸。结果这3位都没发现。有很多抗日神剧，就是这个有一个美国学者讲过一句话，在区分什么叫通俗，什么叫严肃。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我们人的小的时候啊，就喜欢睡觉前听讲故事。故事有2种，一种呢。他已经听过了，甚至听过 N 多次了，可他还喜欢听。而且呢，你这个爷爷奶奶啊，要是中间讲错了，比方说进来3个狼啊，他马上纠正你，哎，不对，你上次说的是4个狼，对不对？他纠正你，但是他还喜欢听。这种就像我们看连续剧啊，就像我们一般的连续剧，就像通俗剧一样，这叫什么？这叫巩固你的价值观。对，人就这么奇怪。你看007啊，看武打片，你明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东西，James Bond后来会怎么样，你全知道。可是我们新出来，我们还去看，这就是人类有个天性，听不厌的要重复。但是有时候
小孩又喜欢听一些不同的故事。这个不同的故事，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会乱，他会哭，他会搞不清楚。哎，这个时候狼怎么不咬人了？这个就是纯文学。白鹿原是后一种。而且我觉得啊，这个真的有时候要求不能太高，就是说我现在觉得你看到一个现在有个词儿叫良心制作，对，哎，基本上人家桌子是真的桌子，演员是真的下功夫，表演是吧？看上去这个大幕一拉开，你就知道他们没偷钱，对吧？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挺有艺德的了。就是现在你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所以说我就你像咱们刚才讲这种演技的这种打磨，像你刚才讲这个马龙白兰度，你觉得在今天这个快餐电视剧的这个情况下，你觉得这一套还好使吗？这一套，或者说你必将失落？这一套我觉得早晚会回来吧，现在肯定不好使，因为为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演。你看白兰度演戏，你知道吗？这么大的演员，他也是抓了很多把手的。你比如说口音，你比如说外形塑造，这都是演员建立自信的一个我们叫抓把手啊。你抓住心里就安全了嘛，你就敢坐在这儿演了嘛。你得有些凭据啊，你知道吧？其实演员你还都是这套，就是这套，就是这套，就是。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还信不信这套把手？一定要信。对呀，当然应该信啊，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呢，其实你看这个戏，你比如说我们演《白鹿原》的时候，你知道吗？本来我们想的是不用这种陕普演的，我们就是想用普通话。因为导演说得好，他刘进导演说，这我是要拍给全球华人看的，你知道吗？光用陕西话，那我直接用陕西话不就完了吗？我找纯陕西籍演员，那更地道，对不对？为什么呢？然后就开始用普通话，不行，拍了2天，马上大家自觉的把这嘴就都改回来了，就奔向了一个陕西话跟普通话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就那个气氛需要一点语言。不行，要不你说不出来那词儿，你说不出来，就我们难以想象。用上海话怎么演茶馆？你知道吗？难以想象用粤语怎么演茶馆。你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可能那个味道就不对。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我觉得它规着你就往那儿走，结果大家不自觉都还有2点，就知道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蹲。以前不是争论吗？对，看那个戏就知道了。他有凳子也不坐，他也蹲在那里。对，这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名，真是这样的，真是。而那筷子是这样的，他是蹲在这儿，不是腿是这样的吗？那筷子，吃饭之前一人蹲一大碗，拿一大碗，都是一碗面条嘛。这筷子在这儿，啪。这就算洗擦过了，一个是这膝盖窝里油水足啊，一个是蹲，第二个就是吃的那个东西，哎呀，都是一样的东西，是吧？每家的都吃一样的东西。他这个戏还有个魅力，就是说，除了这个白嘉轩跟他老婆以外，这2个是熟面孔。何冰呢，当然也是著名演员，但是我相对不太熟。其他下面的演员我都没见过。所以我全相信这些就是人，这些就是剧里的人，不是人吗？就是说他不是演员，这是良心制作，用的演员都是活人，放心，都用了人，真的都用了人了，不容易啊，你知道？不容易啊，不是畜生，不容易，都是人，我们演员都是人，不容易。你们这个真是，你们就没好好看演他答的那个演员啊，葛之君先生真是绝了，葛时君先生真是演得好，几个配角都好，你还别说，这个是不是人呐，很重要。就是说，哎，就是这个戏剧第一原则，演员必须是人，必须要演人。这我刚才讲了嘛，文学是人学嘛，是首先也不能当做符号。他是真正的人，对不对？你要照我看，你比如说，那有些电视剧里的，那就不一定是人呐。而且如果银幕上只剩下脸，只有脸，长得非常帅，长得非常嫩。面无表情，人就是说面瘫式的表演，这个我没说错吧？有没有这种现象？对吧？不是说全都是这样，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那这种面瘫式的脸，他是人吗？但是我这个问题再问深一步，那你要说观众爱看的是人学，爱看的是真人，这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观众爱看这个面瘫式的人呢。那你又怎么说呢？这市场需求是各种各样的嘛。这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每个人在戏上，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观众看戏都是主观的，包括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分好人坏蛋啊，你说他这个看法太简单，这角度太幼稚，可是他也有好处，为什么呢？他分出了好坏之后，他一定是把自己往善的那堆里搁，他不想把自己往恶那堆，他终于找到对立面了，他知道自己干什么了，是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看戏，好多人就是这个说起来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就是还不知道看戏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看戏的目的是一个模拟，是做个游戏。我们生活中太残酷了，是吧？太不好面对这事情了。我们假装吧，子东老师，我们假装来吧。我演一个淘气学生，我来打先生，让观众让他们看完是什么样，对不对？你是举这么个例子，这仅仅是一个例子。知道吗？好让你得到这个营养。其实这个观众看戏的目的，精神的内心的一个娱乐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您说那个确实是，它确实也有很多其他负载的东西。你比如说穿什么、用什么、吃什么，生活方式，啊，可能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奇怪的是，现在拍这些大型的魔幻的，会飞的玄幻的这个，其实你仔细发现，它符合我们年轻时候的规律。为什么？首先你看啊，所有的这些。帅小伙子、漂亮姑娘，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好，我们克服了人基本的那个障碍，所以飞人了嘛，达到了飞人的水平。然后，但是他想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他想讲的都是爱情故事，最后，都是男女主演如何到不了一起。哦，原来我们人类哪怕是能飞，你也过不了这一关。就是你的爱你是过不去的，你是痛苦的看着镜头那流眼泪，就是只是可能表现手段上还不够成熟，但你看那意思都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我觉得他看到的那个样子。而且呢，这个是看戏是有这个群众基础的。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京剧啊，或者这个传统戏剧，那都画脸谱啊，变中间，这很基本的就是变中间。这是不是一个？我倒觉得这个辨明中间或者正派反派分明啊，反倒是个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种娱乐。一定是。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什么呀？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这个行业的生存，因为行业生存啊，我猜。我给你分出来吧，而且我觉得京剧，我是非常崇尚京剧的啊。我个人的粗浅的理解，这可能是完全是胡说啊。为什么分这么清楚？为什么曹操上来大白脸，是吧？关公上来大红脸，让你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不用再去动脑子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是为了吃饭，他对观众并不信任。我不希望你去理解，因为什么呢？你不会为我这事动脑子，甚至于他把演员都管死，身上勒上，头扎上。鬓打上，你看他这审美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现在是整容，直接拿斧子削，过去拿鬓一贴，那就什么脸都是小脸，就是古代整容嘛。对呀，他就你看他这梅先生晚年的时候都已经挺胖的嘛，他一贴，还是脸还是给你看这一点，是吧？他审美其实是没有变的。但是呢，他这个东西啊，我就发现这个表演分不同体系。要不说啊，他说这个梅先生这个，他又出来了另一种审美，就是说，一般来说，老百姓看这个都挺爱看，对吧？中间分明。但是呢，懂行的人他看的是那种程式化的表演。你比如说，我有一次我看这个有个导演叫费穆，他当年拍过梅先生的一个戏，就是拍成电影的。你知道，因为那个影片质量就是现在保存的太差了，我看的那个哗下雨，而且老停，那个碟老定格，倒给我看出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说。他每一个瞬间，就梅先生演这动作，啪你停，都是一个最美的姿势，就是他整个这个动作的运行过程，你在任何一点上定格，都是到了身体最美的一个姿态。你这手也不错，欧文涛还有转行的可能啊！我这是丽春院的，是吧？分外妖娆。而且您看吧，其实我因为我爱京剧啊，我看到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其实他们在做的一工作都是，越到大成的时候，越是在这个脸谱，他要遵守这规矩，他在逃离这个脸谱。你比如举个例子，袁世海先生在这个《龙凤呈祥》最后有一折叫《芦花荡》，他演张飞。你想我们的张飞什么概念？抱头环眼，丈八什么？嘿，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吧。你看看这袁世海先生演的张飞，我跟你说，就是一大头娃娃。这个可爱呀，那真是圆萌萌。我跟你讲，才真可爱之极，你知道？哎呀，这个漂亮，傻大憨粗的一个大胖小子，他的种子是这个，你知道吗？基本基调是这个，但是一拿起
呛了一打起来，哎呀，喝断当阳桥，就谁也别说了，你知道这就厉害了，你知道吧？你看他在桃里这，尚长荣先生现在身体很好，你看他演的曹操。曹操不应该一直这摆点奸臣吗？不一直应该是这样吗？你看看人家，曹操与杨修，你看人演的，心里那个变化一直在逃离这东西，就千万别被这个脸谱箍住了。哦，他在逃离这个城市，他在逃离，他不按着这个走，他在演他的那个人性，甚至有时候曹操还很可爱，那小心眼都让你看出来了，你知道吗？很爱才。特别可惜这个杨修，你知道吗？唯我妙笔写春秋，你知道就特别。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太有道理。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亚洲的传统的戏剧，其实以前希腊也是，那种脸谱是直接戴面具，那个东西呢，最表层的讲法就是让观众一眼就看到这是谁，这什么角色，这怎么样。但还有一层呢，有时候他是对演员故意加上一个限制，绑着你的手脚，你来演。看你演成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看一个真的是，我觉得传统的戏曲里面，就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京剧、昆剧，我们中国戏曲到日本歌舞伎、人剧都有这个效果，它给你一个束缚，束缚住演员的手脚之后，观众看的就是你表演的功夫了。我觉得反而看传统戏曲的内行观众真懂行，他是看你手脚声带身段，看你走动。然后是看这些东西，看你怎么去把这个硬的东西演活了啊！对，而且奇怪的是吧，越有束缚，越有自由。没错，对，没有束缚，没有自由。原来，哎呦，比如说让您演窦文涛，没法演，没法演，就背不住给您话，让您演郁达夫，您可能能对付，您真有可能给对付下来了，是吗？真的是，你知道吧？你说您演窦文涛。您倒糊涂了，这怎么演没束缚，你知道吗？其实是越有束缚越有自由。没错，哎呀，你说出来我20年前演戏失败的原因，他们就是要拍个肥皂剧让我演什么老窦酒吧，就演窦文涛。我说我什么德行啊，没法弄。最后看回自己的录像，研究窦文涛是不就是你找不着边儿，所以他说的这个脱开啊，您看马龙班杜别是吗？意大利口音。他难道不会说英文吗？他为什么要找意大利口音呢？他为什么要塞俩棉花呢？对不对？他实际上在禁锢自己啊！你老得照顾这个语言啊。相反，越有这个，他越自由。他越艺术家讲的平衡木上的表演，就是说你的天地越小，那过去就是靠道具，还有靠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固有的理解，你曹操什么？现代戏呢，像曹禺这样的，就加很多人物说明，他的剧本呢，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一上场，一个小说，对，一短篇小说，对不对？陈白露怎么过去怎么样，对演员很不信任，对，你演员都得这样学，就恰恰是要找到这根绳索，你到自由到。你像他这个都让我想起啊，他这个绳索或者这个束缚啊，就是你看中国这个书法里边过去讲啊，书法要熟后生。画要熟外熟，熟后生就是什么？你的字啊，不能写的就是漂亮，你先熟了，但是呢，你还得显着像第一次写字一样，写出那个生劲儿。其实就是先掌握了这个程式，但是你又跳出这个束缚，甚至你看我联想更多。你比如说，我那天跟一帮女孩子，我就说，我有个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哈。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穿紧身的衣服？就是因为尤其是夏天，我老替他们热，我就得宽松着，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这个女的老是穿的那个牛仔裤，穿什么就你们老穿，而且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你也那么穿的那么紧。我说你们不觉得这个不舒服吗？他就会觉得，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当我这个被束缚的，就是被这个锅紧绑严实了之后啊，对，被束缚我就自由了。不是，他说被束缚的时候，他自信了。他觉得被束缚啊，他觉得我抬起来了。他有那么一种感，这个状态他向上了，他就其实我想是不是全身挤着全身的肉？您看戏曲舞台上演员勒的跟粽子一样，就是根本一个手都伸不进去的，那当然是。你看看是不高跟鞋，你看所有男的都一样的，厚底儿有穿厚底儿的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是好看啊，人就是勒上之后，他一垫高了，人就挺拔嘛。没错，你像我们那个女主持在后台
那都是一直走路都是俩助理扶着，跟那个慈禧太后似的，就临上场那一下，俩助理一撒手，扶起交你看他本来在后台他根本走不动，他一出来飞过去了，他那个轻盈，哎，还这，所以一说这何老师啊，我发现他这个地方他有道行，我还想起他其实是舞台表演出身，对啊，话剧出身，我觉得我看过你一种对观众心情的感触啊，我觉得那种描述你能不能听得明白？他说这个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你以为他只是陶醉于自己演戏吗？他说不是，他说观众的每一次笑声，每一次掌声，甚至观众心里一凉，他都能感觉到，都能知道，都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感觉呢？我跟您说，就好有一比吧。就是您现在做节目主持，您还紧张吗？您肯定不紧张了。就您就知道了哪儿话头稍一落。其实我刚才已经无数个瞬间感受到，哦，这儿有点，啪，你就嘿，就都知音都能知道。你知道，这就是手艺就在这儿呢，手艺就在这儿呢。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做不到，这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在舞台上待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个人这个真是有点好像说理论似的，好像就不敢瞎说的。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影电视是什么呀？是请你来看我的梦，对吧？话剧不是，话剧是我们一起来做梦，是今天一敲响钟，我们一块儿开始。话剧演员有点更像牧师，更像布道者，是我先干点什么，哪怕我强行拉动我的热情，我的玩之后把观众带入之后，好，我们共赴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哪儿？在我们心里。你坐在一个黑屋子里边。其实旁边都有人啊，但是你那会儿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好戏的话，这会儿你回到自己内心了。这块你不经常去，实际上，由于外界有一个刺激，有一个景象，于是你回到自己内心了。但是这是共同完成。所以说艺术起源于屋啊，每天重复的话，会不会疲劳？是这样，那就是这个问题您说太对了。如果在台上背词儿，天天去背的话，他就一定会疲劳。怎么才能不疲劳呢？唯有一个方法，我觉着就是今天是活的，你要感觉到他那个气息。对，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个活的，因为其实就跟我们上课一样，对不对？你学生做的多，他们有现场的反应，你讲的内容就是不一样。我一个类比了，但是的问题是，有时候你看一个演员呢，我。听那个 Celine Dion 的演唱会在拉斯维加斯，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有趣。但是我突然一想到，他天天晚上在讲这个笑话，天天晚上都在讲，这怎么到心里这个地方呢？他会不会到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我理解不一定对啊，但我也有这种感触，就是啊。你看他刚才讲什么布道者啊，我就老觉得啊，有人心有些神秘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按照这个佛教的说法哈，好像呢有一个佛心就是众生心，就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甚至说是所有的众生啊，他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心。这个有的时候在舞台上的人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为什么？你比如说，咱隔着那么远，你们是几千人的观众。但是他说这个，我为什么有感触啊？你比如说，我开个玩笑，我这个玩笑开得不成功，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尴尬吗？每一个人的尴尬，我好像那个时候就产生我知道，我知道现在全场的那种尴尬，全在我心里。你说这是一种您这描述特别准，心灵的那种感应。所以我理解就是演出个什么缺口，观众心里一凉。演员敏感的如电闪一般，而且有一个幸福的时刻是只有好的戏跟那个合把的演员在一起能体会到的。就比如说我们演《许攸商》，最后那是大喜剧嘛，大喜剧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美妙的体会，就是我跟道明老师站台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就是你感觉整个观众这个场啊，就像是一团，就是一团。叫什么雾啊，或者无形的一个东西，就你可以无限的去享受这个时间，但是你只要轻轻一碰，啪，它就爆了，就爆了，就奔到那儿去了，这儿啪一拎就起来，但是很少碰见，确实是不容易。那相比之下，是不是电影就更难了？在我想象，电影这个情绪是中断的。我跟您说实话，徐老师，这个问题还真是，你知道吗？就好，坊间老说这话剧演员啊，比这个电影演员啊难，好像对技巧要求高。真不一定，您说这特别对，电影更难。上来第7场第8个镜头，你马上进，不见了，对啊，好不容易聚起来的那团雾，噗没了。但是 NG， 但是好在是什么呢？
电影这东西啊，它是个导演的艺术，您知道吗？他可以把你拼起来。没错，它是做出来，只要导演是人就行了，他们都是可以肢解的，对吧？哎，我就是说，他有一次说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所以有的时候人呐，有的时候比如说人生当中感觉到的有些巅峰体验，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你有一次在舞台上达到的那种境界，是因为啊，一大玻璃碴子，香手袖口全是血，但是这个戏已经到了最后5分钟了，当时是对手那个演员就想停了吧？丹丹啊，就是宋丹丹啊，丹丹姐啊，还有金浩，这俩。当时什么个状况？是这么一情况，这个我给您铺垫一下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剧院不有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叫于世之吗？我们都非常非常崇拜他，因为说实在，在我年对茶馆王利发，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封箱大概是89年还是90年，最后7场戏。说心里话，那会儿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是看不出他演在哪儿好的，只是不敢说他不好。为什么？你看不懂，他怎么好了，知道吗？观众也没有笑声，对不对？掌声都是给你的名誉的，而且甚至于那会儿先生身体已经不好了，还经常演错。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实践之后呢，就突然发现，哦，我们原来发现于世之真正伟大在台上，怎么说叫今天翻译叫从不跪舔观众，从不迎合讨好，你知道吗？他的自信已经达到了那么一个巅峰状态，知道吗？我们都服得不行。但坦率说，我现在为止啊，我还是在台上去讨好观众的，非常渴望听到观众的喝彩。就没有这个掌声跟笑声吧，我内心是虚的，就没有现实这种反馈回来，你知道吧？就内心就老想。是陆子霖，不是何必？真的是我，真的是徐老师，就内心特想摆脱这状态。我如何能变得更坚强？我如何能在台上真的宠辱不惊？不行，做不到。好，我给你铺垫完了啊，我跟你讲今天发生的事情。他那个叫窝头会馆那个戏，11月份演，如果是各位在北京，我请大家去看啊。他最后扔一个酒瓶子，每回啊我都扔得挺远的，因为他得碎，大概5场碎一回，我都有数，演多了就。结果那天也不知怎么就晃个范儿，这酒瓶子一撒手，我得随即摔倒，酒瓶子就碎在我手下了，哎呦，啪就摁上去了。这一摁上出去，他马上动作就起来，这一起来我再一攥，好家伙，呜，这血就出来了。哎呦，我就大概检查了一下，哦，在这个手指头上这样镶了一个。还好面积不大，我还拿手扒拉了一下，在这因为它大棉袄，这有个袖子，我这一扒拉，喷出来了，一转身啪泼在台上半瓢。就这会儿我一看啊，丹丹姐还有演我儿子那个金浩，完全出戏，就行不行？就那个血的流量可能吓着他们了。就那会儿就是说人这会儿我内心是无限感动的，就是说。要真是我要哪怕一摘呗，就停了。丹丹姐肯定站起来观摩，肯定我就相信她能做得出来。要先救人吧，这是我觉得100%，因为她眼睛已经就准备动身了，那个动作有危险。然后我就眼睛我就告诉他们没事没事没事，然后还有5分钟，就我一个人的词儿了，你知道吗？好，我就稳稳地坐那去开始演，啪啪啪啪啪啪，那5分钟我特别美好，为什么呢？我再没有机会去讨好观众了。我再没有机会去跟观众表现我演得有多好了。演员在台上是知道的，他是随时在干这件事情的。对，你知道吗？你别以为他没有理性，所谓100%投入是不存在的。能顺到完就不错。对，顾不上讨好。哎，就啪啪啪，静静的把它演完了之后，谢幕，缝针，回家，坐在桌上，这会儿这口气喘过来了。哎，我说刚才那3分钟怎么那么美妙啊？清凉之极，内心，特别清凉，没有任何负担，你知道吗？我明天一定要这么干，这是那个状态。明天再拿一玻璃扎一把，没敢那么，明天换个手。哎，对我没试过。这帮人，第2天一上台，是那口该怎么着怎么着，该抖机灵抖机灵，该讨好讨好。就会杂念一堆就来了。这是什么呢？就是意外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但它是靠一外力，就那会儿就完了就成，其实内心就一个强。但是你窥到了，无欲则刚。但是你窥到了那个天地，这说明文道啊，表演一样能入道。是不是？咱祝贺，祝贺玻璃瓶子，祝贺，多来几份，以后别再加了。谢谢。
就是好人都是那个浓眉大眼，一边一块嘎达肉，是吧？都是那个样的。其实含着面包。李玉和，对吧？就是我们习惯了。好的文学作品，所谓严肃的叫编程啊，《阿 Q 正传》啊，这些《红楼梦》啊，你看。你看看人家曹操与杨修，你看人演的心里那个变化。人家莎剧，就马克白，他老婆呢很反派吧？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封箱大概是89年还是90年。袁世海先生在这个《龙凤呈祥》最后有一折叫《芦花荡》，他演张飞。尚长荣先生现在身体很好，你看他演的曹操。这世界很酷。我是第一个，等我有了弟弟妹妹，那帮小王八蛋一个个出来之后，我要保住我的地位啊，各种讨好大人，而且我是老人带大的孩子，我太会讨好别人了，完全看不出来啊！伺候局。我看是今天你能撅谁就撅谁。不是因为我发现他很在这个行动上很在意的，他只是嘴上很多人认为他你看跟他好的人都没有这种感受，就不在乎他嘴上怎么说，就不往心里去。他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生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一个空间，他这种表述方式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有些人就会怀恨在心。是的，而且我特别能触怒这些不自信的人，因为其实我也说真话，我也不太在乎他们，而且我特别想就是干干净净，我就这帮朋友，我好好讨好他们就行了。我真是个伺候别人的人，但是就是其他人，我的朋友名单已然满额，精力有限。狮子座吧，你看他是女狮子，我是男狮子，男女真不一样。赶紧来一个星座专家。但是这种伺候人特别不讨好啊，因为很多人也不觉得在被不，其实我想讨好的人，他们会知道我在讨好他们。比如说马先生。他一定知道我在讨好他，我们一块吃饭一定是我端茶递水，他要跟我单喝单一麦芽，还得说单一，我得去整单一麦芽。对，所以说啊，这个你跟什么人在一块儿，这其实直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包括这个工作质量，对吧？当然，咱说这都是高层次的、高情商的哈，咱们感兴趣的还是比较这个低层次的，就是说像柯蓝，不是柯蓝，低层次的我成了低层次的代表人物了。不是，柯蓝，我愿意，我特愿意成为低层次的代表人物。你层次一点都不低，但是呢，我情商低，你呀，智商更低。你有一次接受采访说的话呢，很多这个网友啊有共鸣，因为这跟他们在职场里的这个一些体验呢，或者说他们这个困扰啊能相关。为什么呢？就原来柯蓝这不是我们同事嘛，都是电视台凤凰的那个主持人。后来呢，我们不敢出去啊，他敢，他跑了，对吧？后来呢，他有一次接受采访，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觉得当主持人呢，碰见的人呢，有点怎么说呢？你原话怎么说的？就是我经常碰见一些就睁着眼睛说假话，我还必须得捧着他，忽悠着他，然后忽悠着观众做这样的工作，我干够了，我不愿意跟这帮人打交道。说的太好了，我也是特烦这种事儿。你要不知道也就罢了，你又不傻，明知道你内心很痛苦，对，是这种。那行，这个我就喜欢干这个。不是，你要钱，我不要钱，我一穷。我原来当过主持人，当过半年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还访过我一回。对。他那半年访过我，对，然后但是马老师算是里面最靠谱的，也访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那种，一看就是感想如何？骗子的人，就是捧着呀。他说他的就是什么
真的有人说自己这个100年后自己的能和梵高齐名之类的，那这种怎么反应啊？我作为主持人就是沉默鼓掌吗？内心给他鼓掌，就你也没法驳他，怎么办？一般有经验的人会怎么办啊？我呀，你遇到这种怎么办？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就说什么呢？有句话叫“惯于做小伏低的性”，我觉得呀，这挺逗的。你比如说，换一个角度，觉得他可爱。不是好多人呢，就是说我那个激发对方说蠢话嘛，经常装傻，说装无知是吧？其实我心里说，装无知总比装有知强啊，对吧？而且是真无知。我是说呀，这个人跟人说话呀，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啊，你得敏感地感触到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啊，我自己感觉，就中国古代文化里讲一种叫守拙、藏拙，挺有道理的。你比如咱们这一桌人吃饭，你发现没有？要来一个喷子，特能砍的。人家有些真的很有水平的人呐，或者是什么，一有个说话强势的，你就把别人抑制了。别人自然就少说话，那就听你说吧。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啊，你知道你也得装着傻，真的吗？我不信。哎呦，你发现人的心里他嘚瑟，你知道吗？甚至有的时候，有人就说你就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其实主持人有什么观点呢？就是你说左我就说右，你说右我是说左。但是你发现人在这个时候啊，你观察人有意思，我就觉得我把他伺候舒服了。你比如说，他要是这个非常自信，你就让他更自信，是吗？100年之后您就是梵高啊！天，那您的艺术主张是什么呀？哈，这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他就彻底喷了。对，他能表现的最达到他人生的巅峰。他真是个好主持人，他的确是他有这个情商。他比较会聊天，是聊天是一很难的。这个又拿我打岔了，这绝对是艺术家。尤其主持人聊天是个很难的事儿。做一锵锵三人行，我原来做节目一要崩溃啊，我没办法，我又不能拜佛去，我就想。窦文涛，找了一遍点的，他都4000多集，他都没崩溃，我这好几百集早着呢。我真的录节目综合症，绝对从内心不高兴，就突然就觉得马上要录节目了，然后心里就开始低落。我特别明白这个，对，是吧？然后想到明天这几个人要跟他们聊天，然后呢，这节目一说今儿完了，而且是这个月的任务都完了，一下就特高兴，马上内心就高兴。所以我就差吃那个抗抑郁的药了。百忧解有吗？百忧解，对，太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你又必须上去，你没有办法，就等于说所有人都在舞台底下坐好了，该你上场了，你这会儿打退堂鼓也不可能，就咬着牙上去。其实上去就好了。上去也就没事了，但是还是心里不愉快。而且另外有一点吧，就是来者皆是客，你必须要有这个职业操守，就是你得捧着人家说话。就像文涛说，你说的对，我说说你的艺术主张啊什么，其实心里想说，什么主张？16个字都骂出来了，恨不得所有就是康熙字典里能骂人都得去查一查。还真不是你看啊，你就这就是个性。不是你说你是有主见的人，你心里会对人啊有这个判断。我呢就发现呢，我要是听一个人说话，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就有点像一个谁呀？那个阿成老师曾经说啊，他说看书啊。第1遍他就叫速读，他说你看这第1遍的时候啊，心里没有任何成见，就是说你就真的就是看看他怎么说。我有时候是什么呢？我要觉得你说的不靠谱啊，是咱们完成了之后，我回头想想都胡说八道。但是呢，说实在的，我在当时听的时候啊，我好有兴趣。你特可爱。我就觉得，真是特，就是我，你就真得变个小孩一样，你就具备了专业的陪人聊天主持人的素质，真的，对，这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我要是不愿意听了，包括在你的节目里，我看过观众写的信啊，就是那个写那个回帖啊，说一看马老师就快翻脸了，就是因为我对面有的人说的话不贴谱嘛，我又不愿意吵起来，对不对？因为原来这个其实做节目吵起来是最好看。你要咱们4个人吵不了架，因为你们都太漂亮了，我都不好意思。会聊天，说说您的艺术主张。对，他这个有时候是节目吵起来好看，如果他是一个就锵锵三人行，他祖宗
我们2个人，我曾经跟一个人做节目，那是好多年前呢。那主持人说啊，说做节目是这样的，这节目不是太真啊，有点接人口才，有点假。对，你们俩呢，观点不能一致了。我说我明白，我就跟对面那个人说，我说你先说，你不管怎么说，我都会呛着你说。我说我不是对着你，是为了节目。说好，然后他就开始那天谈论爱情，很有意思。然后那人上来就抛出一观点，就说爱情一定是双方的嘛。是吧？双方才是爱情，什么说了一大套。没说一样吧？不是你听着，我马上上来，我说那不一定。我说我单恋着邻家女孩，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对不对？这是单方的嘛，跟他没关系啊。然后人家愣着我看看，说吼，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光这节目那个主持人说停，这节目怎么往下录？你们俩会睡一边啊？然后我说我是呛着他来说来着，对吧？对方那个人没有经验，他不会坚持自个儿的观点。他突然说你对，这就是这个节目中那都是好人，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其实我现在觉得啊，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其实什么人你都可以对他有好奇。你刚才说了要保持一个好奇心，你知道保持一个好奇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这事我不好奇，我一点都不好奇，你凭什么让我好奇啊？对不对？你那个好奇心。你不管你是装的还是干什么，你让别人感觉是真的，我看得见。咱俩做节目没少做，你有时候就是那好奇心就是装的。还有一点啊，你说的有道理，就是一种，这叫的确也是爱情，这叫职业，对，这叫职业的好奇心。我跟你讲，就是说，说得好，说得高级了。比如说，咱们要去做这节目之前，我一点都不想去。但只要坐那儿了，柯蓝坐对面了，哎，你说什么我都特想知道。我现在要说，他是真的。这节目的类型啊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是有话题性的，你明明知道你平时在装，但是话题能够暴露它，所以这个节目你主持起来比较有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1对1的这个主持的话，他那些官话套话说了10000遍，他这次又来跟着我说了，这真的是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对，咱们就别互相吹捧。但我是说，本来是说柯蓝的这个事儿啊，他提起来的一个话题啊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经常在工作当中啊，跟你合作的人当中啊，有没有让你不能忍受的事儿？比方说，甚至有人说，就说这个猪队友啊，你完全不能接受他，哎，你该怎么办？你比如像马爷这个，他或者说是我就是管事儿的，是吧？我可以炒了你，或者说呢，我像柯蓝这样的，是吧？这个姐姐不伺候了，走了。但是呢，大部分人，我现在就发现网上啊，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是不是经常有说，就我碰见我这同事这么傻，这么蠢。但是我又不能摆脱他，我该怎么办？就我觉得好多人其实他们就是预设别人是蠢的，我觉得这点本身其实就挺愚蠢的呀。就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在别人眼中不是猪队友呢？所以我觉得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本身就没有反省能力吧。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猪队友，我在职场上绝对是猪队友。什么地方？非常不负责任。什么地方表现出你是猪队友？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愿意做，然后呢，我也是出于讨好，我就好啊，没问题，答应下来，然后结果最后就变成鸵鸟，就躲着联系不上我，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别人肯定骂死我了。对啊，我就是猪队友啊！你这种立场还是属于这个人道主义立场，不负责任啊！不是，我跟你说啊，就说这个不靠谱的，那是超出你的预料。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想马爷应该碰见过吧？就是说，好比曾经有个公司啊，你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司机，这个兼助理。好，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总有你不能忍受的人，你知道吗？就是甚至我怀疑人是不平等的，某些人天生也许是不是有点，你比如说哈，给我安排这个司机兼助理，好，开我的车，第一天修车修了8000块钱，就是胡同后边有一个起来了杠子，他第一次开动过车，咣叽撞了后边了，这无所谓啊。我跟你说，奇葩的是什么？他给我开了1年的车。一共开了1年的车，然后呢，有一次快过春节了，我老家回石家庄呢，就他开着车回石家庄，然后回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好像真碰见一个什么日子，北京那个设卡要查，大概就是在那个六环外的查，
然后呢，就给这哥们儿一看前面是警察，突然想起来了，哎呦，我没带驾照，哇，驾照，我说你跟我开车去石家庄住了1天，回北京你更没带驾照，你是我的这个司机啊，我没带驾照，好，那怎么办？他说你带驾照了吗？我说我带驾照了。说咱们赶快换一下。你知道他那警察就在前面100米处啊，我正往前，我在后座，我正往前爬呢，但是那车快到跟前了，然后那警察还看见我了，说哟豆哥，警察来，赶快坐回去啊。对吧？这没办法，当然你那么也不对啊，说这个，但是警察说一查就是说，哎，你怎么着？没带驾照。一开始呢，这个警察呢还安慰我，就是说，哎，说那个豆哥没事，这个罚了该罚的款，对吧？你这个以后注意就行了。说你让他跟我进小屋去一趟。后来进小屋半天没出来啊。过了一会儿呢，他没出来，警察出来了，说豆哥这个我们不能让他走啊。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在电脑上一查呀，他这个驾照啊，1年半以前就被吊销了，他一直就没补办。他给我开了1年的车，你就瞒着你，压根不知道。他不是瞒着我，他不知道被吊销，他就是世界上他不可能被吊销，你肯定是知道。不是，我跟你说啊，世界上就真有这种糊涂人，就是你任何一天问他身份证或者是什么驾照或者是信用卡，肯定有一样是属于丢失的状态，就这么一人。然后好，最后你这怎么办啊？就麻烦了，就是说这警察就训斥一顿，说这本来我们就要把人留下的，说你绝对不能够这样的哈。好，因为他给我开了很长时间车，我去的有些地方啊，只有他认路。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给他开了2个月的车，就是因为只有他认路，所以呢，我该这他在后座坐着，这个往左拐，往右拐，啊，我说我是你们的助理，行吗？你是我的助理。哎，你们碰见过没有？他们说这种做猪队友，真有这样的人。有些人就糊涂到啊，丢三落四，粗心大意，能到惊人的程度。你们没碰见过吗？我其实刚才说那个方舟，很多，对，这种人很多。方舟刚才说呀，就预设别人是蠢人的人，这是谁的预设？这个人是我，而且我为此付出代价。我觉得所有的。我刚才说的这个蠢人和猪队友吧，我们会为自己的言论要付出代价。我说的蠢人是什么人？就是完全在装聪明，觉得他那些小聪明别人看不到，我能骗你一下，我能糊弄你一下。其实我对方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蠢人，而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笨。真的就是笨，有的时候你根本就避无可避，它是人生当中真的是一个课题，真的。对，怎么解这个课题？你碰到这样的猪队友，你想避开是吗？行，你避开会有避开之后你要承担的责任。你若不避开，就像你碰上了，你也要负担之后为他开车2个月。就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要付出代价。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我认为是猪队友，行，我走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主持人了，我去当演员了。非常低的片酬，从头开始，劳动妇女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就开始干活了，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而今时今日，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不可能，对，那最容易碰到，对，最容易碰到，这无所不在。而且讲讲有什么奇葩？有什么奇葩？各种奇葩都有，一堆业余人都有。而且现在你要知道，有一些演员的片酬特别高，但是基础的工作人员工资一点都没改变。对。而且他们是最辛苦的，每天他们工作起码14个小时，演员可能工作12个小时，14个小时的工作人员，而且这个行是没有门槛的，你知道吗？我就挣这个包吃包住3000、4000块钱1个月，我永远都在换，所以道具组、服装组或者什么，永远都是换新人，他没有责任感。比如说导演说我把你炒鱿鱼炒了，得接戏的事儿谁来负责？一片混乱。所以你就逼着你现在演员还得记着接戏的服装，或者怎么着都得你干呀。而且如果碰见一些什么这种演员，如果不是非常的职业，那不是你也得承受着吗？这不就是猪队友吗？甚至一些导演都非常的不专业，业余的一塌糊涂。导演业余能业余出什么幺蛾子来？当然可以，灯光、摄影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摄影老大说了算。
他怎么想怎么玩就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这戏是摄影决定的，是吧？对呀，我最后那个剪接我也不会，什么都不会，我就是可以吃吃喝喝，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我挂一个导演的名儿，这不是大有人在。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场你是导演，我还得尊重你是导演，但我可以不搭理你，我不跟你发生冲突，然后做好你自己本职工作，掉头就走。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方法，跟原来不太一样。影视剧这个行业发展太快，那不懂专业的人有的是，太多了，而且还装呢。越是不懂的，越是说自己怎么着怎么着。我碰到一个演员啊，他就跟我说具体的事儿，他说他拍戏，突然说导演还没喊停，摄影喊停，说停什么呀？说焦距老不实，说焦距为什么不实？因为后面是白墙。然后呢，然后这摄影就提一招说，赶紧给我挂张画，挂张画，这不焦距就实了吗？人说这戏都拍一半了，突然墙上多一张画，就这样，对，什么人都有啊。哎，不是，你说这个，我前一阵就说那什么小鲜肉演戏的，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一老戏骨一老演员哈，对着6个角色，那6个角色全是替身，没有一个是真的。第一，我没碰见过这样的事儿。第二，我想说，不能光怪小鲜肉，老戏骨也有不专业的、不敬业的，比比皆是。表现在哪儿？我也有碰见不对戏的，他牛啊。他也是找一替身跟我对戏，我也玩命的想，7情6欲的演的全都在脸上，这种事儿也有啊。不是，现在那个提词儿的特别多，你们拍戏是不是净有提词儿的？你没提？我幸亏没参加过这样的剧组。怎么提？我认这个演艺行业，我认人多了，跟我说提词儿气得我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说我这演戏哈，那提词儿的是发声的。发声呢，说我听的都是双声，你看叠着就出来了，那老不停的提词儿，没有人再去背了，因为任务繁重，你要求他背台词是个功夫。不能说都是这样。不，当然不是都是这样，就有这玩意儿还是认认真真的。有特别认真的，有的因为我认识演员多嘛，他认真的人他就会骂这个事儿嘛，他骂。那有的人呢是因为现在接戏多，来了就这么会儿功夫，有的人来了以后问什么戏。那个导演有的居然跟人说，你现在注意情绪就行，词儿后配啊，词儿后配。而且还有导演都不看剧本的，前因后果都不知道的。那怎么弄？就是这段他一样导啊。那怎么弄呢？他看现场就，你这头发翘起来了，哎，停，要演导演了，这头发给我梳一梳啊，这头发不行。我演着戏呢，重场戏，我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导演说我的头发不行，你说这怎么办？所以别都是众矢之的说小鲜肉。谁给小鲜肉的钱？谁在小鲜肉上真正能得到利益最大化？说，我又不想小鲜肉。方舟，你现在就是我们4个人当中的小鲜肉。对。没有，但刚才说导演，我想到一个也是猪队友，就当时看朱天文写这个侯孝贤嘛，他拍一场这个剪辫子的戏，是养的这个演员养的真的辫子，几百个人，然后齐刷刷的剪辫子，只能拍1条，然后呢就准备这个演了，然后。各个这个摄像机也开始了，然后正在剪的那一下，然后这个旁边这个记者觉得这一幕太震撼了，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闪光灯，然后整场戏就不能用，就是这种我觉得是，这是典型的猪队友。我告诉你，经常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现在就是剧照师也是一堆热血青年，他们不懂啊，不懂来之前没有人教他们规矩。就是我现在说，我不想骂小鲜肉，为什么？你们这些大人为什么不教他们规矩？我们那时候，我入行都没那么仙了啊，但是有老师们教我规矩的。我们在拍戏，经常这边就有一个剧照师，咔嚓咔嚓咔嚓在那儿拍，这戏等会儿是剧照重要还是演戏重要？你说他说这个规矩啊，真的，我现在是觉得，就是我过去你知道，就是不当头的时候，比如说只当一个主持人。特简单，快乐。我脾气多，我在那个我们公司是有名的，我20年工作没跟人红过脸，但也甚至有的经理就说文涛脾气好，从来没见过他跟人那个生过气。但是今年以来，从做这个圆桌派以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怎么老是摁不住这个皮火，我骂了好几次人了，你就光这几天，
我觉得是不是更年期还是什么？不是，是因为你知道吗？你开始负责这摊事儿了。是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些这个不靠，我跟你说，甭说那个什么情商啊，那个什么什么这那个的，就是你知道，因为一个人的不靠谱，全队的劳动啊，瞬间化为乌有。你比如说举例子，就是说啊，我们那天要录了一个节目，对吧？但是这个节目很重要，就是讲宣传纪律的，谁都不能透露，对吧？谁都不能知道播出前谁都不能讲。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有些人呐，他就是那种爱炫呐，爱跟人我就发现有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那天我就骂他，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怕发朋友圈啊？剪个片子吧，把没播出的一个东西，给播出来了。你看，我说这说了有用吗？怎么一点都没规矩啊？你一个人不靠谱，我们大家伙这么大费劲的，你说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搓火呀？就为什么一定要？但我还想说，这不赖他，赖你啊！你一开始你就没有把规矩说清。说了2遍。哦，你知道这个所以我现在真的发现，我一接触社会，我发现这世界上，人真的你到这会儿才接触社会，接触了2年社会。不是我认为有些人啊，真是蠢到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事儿。我又想起我爸了，我爸一辈子就老跟我们来这个，说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吧，我早就跟你说，文涛你老了，对我怎么现在发现都给我说中了呢？我跟你说了2次，怎么你就还在这事儿上折了呢？你们都没听马先生的嘟嘟，他早就说过了，他现在就说都已经累了。对，不是这种事是这样啊，就是你生活中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这是最痛苦的时候。权力是个很痛苦的事儿，你像雍正皇上当了皇上，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叫为君难，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我比你们还难，是吧？那么怎么去管理呢？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是的，透着咱俩心眼好。这太虚伪了。其实我心眼特脏。我碰到过那老板跟我讲管理经验哈，他说。你管理的时候，你发现毛病，不能再给机会，给机会就是惩罚自己。他给我讲个例子啊，他说他雇一司机呢，说他出去半个月，回来的时候让这个司机去机场接他，他下了飞机找不着司机了，以后他就问说你哪儿呢？司机说给忘了。他说你在家半个月就接我这一趟，你给忘了，我就净碰这种人。说你干嘛呢？你知道他说干嘛呢？打游戏呢，这不一打游戏彻底忘了吗？但这也是个老实人，说你听着，他，你接老板，你再怎么编你也编不出来了吧？说呀，家里谁生病了呀，那不行了，那你得在老板下飞机的时候先接到一个短信，这叫你没忘。老板在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呢，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好，谢谢。这老板跟我说什么呢？说当时他就气得他一怒之下说给他开了算了，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就是这司机大概在1礼拜之内给他那奔驰撞得稀巴烂，然后他就跟我说坏，不是犯坏，他人还伤了呢，他怎么不是故意，肯定这人就乱了，乱了。他就说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就你这算队友吗？这不能算也能算猪队友是吧？对，不行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不解决，后面就是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对，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要跟你工作对接的老是这么一人，那就是柯蓝的选择，我闪你远点吧。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还是说这是原来的选择，那时候年轻。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就想要么绕开，要不然就事论事，就凑合了。只是说这事儿，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我是屏蔽，我有一个功能，就我不喜欢你这人吧，我完全看不见。看不见，我真有这本事，我视而不见，直接走过去。你有这本事，你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当然这个我幸好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了，你知道吗？就也是方舟这么大小年龄的，而且一定年轻貌美，所以你救了。不难看，但是我对不是我就跟你说，签合约做广告是给我钱的，你明白吗？最后拿着合约，他们公司盖章签了字，他送到酒店来让我签。你说我要不说咱们这高洁人格之高洁，我最后看我看最后我说，这个钱多一个0啊！哇，这会儿吓得啊！我说咱要照这签，可就是这么多钱了，多10倍啊！你看，我就是说这种马德哈，
哎，方舟，你说是不是这是就是说人年轻就容易毛糙呢？我觉得一个容易毛躁，然后我觉得我其实不害怕这种马大哈或者是有点不靠谱的，因为我觉得那你就忍就行了。我觉得我害怕遇到那种工作中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或者是很容易就发脾气的那种，我觉得我挺害怕的。你碰见过有人跟你发脾气的？没有，不是跟我发脾气，我当时跟克兰姐一起录节目嘛，她就是有这个作家写东西，然后演员来演，然后那个因为作家写东西压力确实特别大，他经常就写不出来嘛，然后有一个作家他就写不出来，然后他们摄像机拍了半天，拍了1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写出来，然后这个摄像师大概就嘟囔了一句说：“哎呀，这没什么好拍的。”然后就撤了。这作家不高兴，晚上闹到2、3点钟，让这个摄影师和所有工作人员在操场上跑圈儿，就是4、5圈的跑。是哪个牛作家？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我挺。然后我还记得你们这帮。就全都是去劝他什么的，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然后因为第二天好像也是5、6点钟就要开始拍了嘛，然后都闹到2、3点钟，然后走啊，不录了呀，走啊什么的。那这种就大家所有人去劝，这种我觉得比马大哈要恐怖，就是不仅是耽误事儿的事。我跟你讲，就是所以就方舟讲的，咱这个话题要兜回来啊，就是说啊，你还不能歧视那些那个什么呢，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因为。情绪不稳定，你不能说素质不高。就他刚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碰见猪队友，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反过来想，会不会我们也是猪队友？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一定是，我也是。说出证据来，证据。我情商特别低，如果碰见一个人特别不靠谱，建组大概是就是已经开始进入拍摄状况，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而且没事什么约喝酒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公然就把这个人的微信就给删了，二杆子了，你就是再也找不着我了，就是我就消失。咱们就事论事来拍戏，我永远拍戏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宗旨，我是来拍戏的，不是来交朋友的。职业精神，职业，但是就是你，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大多数人啊，就觉得这女的太讨厌了，哪来的优越感？是，所以啊，就一个是有互相看偏的这个成分，是的，再有一个我现在就是反躬自省啊，就是说。会不会啊？你比如说有一次我答应一个哥们儿，就是帮人家去主持，就是你知道那是我终生遗憾，就是这个吴清源老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100岁给他过生日，在那个之后没多久，吴清源就过世了。我答应了呢，就是人呢有的时候就只是当时一惘然，就莫名其妙的就。囫囵给忘了，我当时在香港，最后就没去。事后我只跟人道歉，就是挽不回的这种后悔。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概率也可能是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你知道，我体验过，就是借题发挥。你这对借题发挥，你知道我体验过。按说我这么坚强的人，对吧？有一次呢，实在是工作安排的太多了，太忙了，就是。一天飞一个城市，3、4个城市，我这最后都长了荨麻疹，不是荨麻疹，你那是荨麻疹，我长了那种带状疱疹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到了最后一个活儿是拍一个宣传片，其实咱们不是计较生活待遇的那个人，但是我就发现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种自我怜悯、自我委屈，一到那儿，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打电话，就骂大街。我说他不是说5星级酒店吗？这不是招待所。然后赶快，我从来不会挑剔，就是抱怨这个。然后我就觉得都快哭了。其实我后来觉得，实际是这几天以来的这个。然后最后说，哎呀，这个一个打电话到了那个厕所，我说这马桶还是蹲着的。就后来我完全是个怨妇。我觉得其实就是崩溃了，其实就是崩溃了。对你的，如果这个崩溃被人家赶上，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猪队友。对，但有时候确实是猪队友。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好多年，我年轻的时候在出版社，我年轻时候酷爱摄影，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摄影机。我买那最好的马米亚，那当时日本最好的相机，我跟那个出版社社长巧舌如簧，跟他做了2礼拜的工作，他终于同意我买一个。那时候能报销，那时候我记得好像2万多块钱，很贵了。那相机我买的，尽管是出版社的，但是我买的就我用，别人我不让用，不让用呢，
我们那美编就天天，他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拿这玩意儿照相，结果我们就出门了。出门那时候开笔会，就是全是作家，去30多个作家在安徽。那时候你知道照一彩卷是天大的事儿，得那个总编辑批什么乱七八糟弄好多事儿，主要照的都是黑白照片。结果买了个彩卷，他拿着彩卷拿着相机去给这30多个作家在一个特恶心的一块石头上，因为要黄山呐什么乱七八糟都选好了啊，每个人站上去，30多个人，哎，一人照一张，得36张没，36张，看还有我呢，到这儿没了，崩溃了，没了，有听着啊，拿来在中国图片社去冲去，后来他弄都是他管了，我就不管了。后来隔2天我看他在那上班啊，他自个儿对着他的桌子，拿着手当枪，啪啪啪的一上午的，我说干嘛呢这儿？我过去，我说你什么意思？他终于拉着脸跟我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说你看他把胶卷扔给我，胶卷是白的，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这36个人没有，就是一白卷。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问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说你那个卷没挂上，那胶卷个你拉过来挂上去，得一个一个掰一下照一下，那个是不是？啪，压根没挂上，没挂上，他掰一下照一下，掰一下照一下，你全是白照嘛？那卷在这特呢，你又拿去给冲了，一冲可不是都透明的吗？你说这不是猪队友是什么？问题是那30多个作家不开眼，天天写信催我的照片呢。那个年头好不容易一个彩色，对呀，每个人都觉得天大一事儿哈，好像是个待遇，结果弄一空卷出来。所以你这有时候真是改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你说这，我也想起我们曾经有一摄像，我跟文道你知道去台湾，哎，拍片子，你说多么难得的机会。台湾有那种水稻田，就那种稻田特美的啊。我们在那儿拍的时候，偶遇林怀民，那个云门舞集，林怀民要在那个稻田里搭一个那个舞台，正在那儿看见偶遇，咵，马上我开机就跟林怀民聊的，就在那个稻田旁边亭子聊特别好，就是这发挥的都非常好啊，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说好，拍完了，谢谢林怀民，再见，走吧。然后那哥们儿检查，呸。没有放袋子，没拍上，气死！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意思，而且你知道，我发现这人要是不顺呐，有时候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的，就同样这哥们说妈没拍上，算了吧，走，好上车走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一下车，这哥们说能不能派这个车送我回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刚才检查机器的时候，我把机器落在稻田那儿。哎，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背？不能干这种事儿。哎，他是专业摄影吗？他只是这一次还是有的时候点儿背的时候喝凉水都不行，塞牙缝。职业，他刚才讲了一句话，叫职业好奇心。你看这么过去半天了吧，我还记住这句话，很重要。好奇心和职业好奇心完全不一样，责任心和职业责任心是不一样的。你做一个职业，你看我过去做编辑干什么都是我的职业，绝对在专业上不出错。不能有这么大的纰漏，没错。你巴拉巴拉拍完了，最后让人家催账要照片，你没有，你光这么着啪啪的没有用的，你也知道吗？哎，所以你就是说，你可以不知道你们家酱油瓶子放哪儿，对，但是这种人在工作上，对，他一丝不苟，我特别是吧？我特别工作是工作，没错。柯蓝就是这样的人。哦不，未必能做得到，但是我尽量能够做到，因为起码你知道什么是对的，这点很重要。明是非是吧？哎，好，谢谢。